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咁同大家睇單大陸嘅案件啊。講到啦，喺2016年呢，有個福建嘅大叔呢，就去到警局避雨啊，竟然意外就幫警方破獲大案，救咗36個嬰兒啊。咁佢自己呢，都冇諗到啊，隨口一句說話呢，竟然就可以幫警方破到呢個人口販賣嘅跨省大案啊。咁喺2016年，當時呢，就啱啱春天啦，4月份左右啦。咁獨居嘅郭大叔為咗消遣啦，就決定出門周圍行下啦。啱啱出發嘅時候，天氣都好好噶，但係行到一半嘅時候，突然之間落大雨。原本諗住個雨呢唔係落得好大，過一陣間就停啦。點知呢，場雨開始越落越大喎。呢個時候，附近嘅警局嘅公安見到佢冇地方避雨啦，於是乎就主動邀請佢去警局嗰度休息一下啦。見到佢俾雨淋濕咗，亦都俾咗啲熱水去飲啦。咁睇到啦，一時三刻都走唔到，於是乎呢，郭大叔就同呢一個公安傾閒偈啦。咁啱啊，講到啦，佢之前收到一條短信啊，原來郭大叔個老婆好早死咗噶啦，兩個人呢冇仔女，老婆死咗之後有唔少人介紹女人俾佢，但係佢始終心入邊都有個老婆喺度，所以一直都冇再婚。但係喺佢哋呢個咁細嘅地方，冇小朋友、冇仔女、冇後代，會俾人講噶。咁雖然郭大叔一把年紀啊，自己已經唔在乎有冇仔女嘅問題，但係佢唔願意聽到人哋喺佢背後講佢啦。咁但係前2日呢，佢收到一條陌生嘅短信啦。短信內容呢，就係幾張小朋友嘅相，係 BB 嚟噶，同埋下邊呢，亦都寫住呢啲 BB 嘅具體信息啦，同相關資料。郭大叔呢，就認為呢啲肯定係某個熟人嘅惡作劇，就係用呢啲咁嘅信息去玩自己，諷刺自己。郭大叔好嬲咁講完之後，就驚警察唔信啊，仲攞埋部手機出嚟啊，揾到嗰條短信啊。然後公安就順手睇佢部手機啦，咁睇到呢個短信呢，越睇越覺得唔對路啊。憑住多年嘅辦案經驗，佢哋認為呢個短信冇咁簡單啊，因為呢個短信入邊都係一啲小朋友，而且根據佢哋觀察，呢啲相唔係 P 嘅，係真實嘅相啊。最令人覺得古怪嘅地方就係啲文字介紹，寫住父母雲南人、3胎無力撫養等等嘅文案啊。如果只係惡作劇，點會寫到咁詳細啊？如果照咁睇呢，呢一個唔係惡作劇短信咁簡單啊。公安就即時將郭大叔手機入邊嘅短信轉咗去自己手機度，然後就揾上級領導啦。領導知道咗之後好重視啊，佢覺得啊，呢一單呢好有機會係所謂嘅兒童販賣案啊。核對咗短信上面幾個小朋友嘅信息之後，發現其中竟然係有嚟自其他省份嘅 BB， 已經唔係一個簡單嘅案件啦，呢一個係跨省大案嚟噶，背後應該有一個好龐大嘅犯罪組織啊。於是乎，佢哋即刻就發佈咗去省入邊嘅公安廳，而公安廳嘅領導亦都非常之重視啊。而福建省嘅公安廳即刻對呢單案展開調查。根據郭大叔手上邊嗰條短信嘅發件手機號，佢哋好快就將疑犯嘅目標鎖定喺一個叫吳春竹嘅女人身上。根據警方調查，吳春竹61歲，獨居喺三明市嘅寧化縣，而警方就以買家嘅名義同吳春竹喺網上邊交流啦。喺得到佢具體位置之後，警方係偷偷地去到佢屋企附近進行調查。通過對附近鄰居嘅描述啊，吳春竹係獨居狀態，而且性格好孤僻，根本呢就唔會同周圍嘅鄰居有來往。而且最奇怪嘅係朝早基本上鎖住門，夜晚呢竟然係會傳出
BB 嘅喊聲喎。咁好多鄰居都好驚啊，就對佢敬而遠之，覺得佢精神有問題啊。咁根據呢啲信息呢，警方基本上可以確定得到吳春竹就係佢哋想要捉嘅人啊。確定咗佢係有嫌疑之後，省廳即刻組織咗一支隊伍，避免打草驚蛇，就偷偷地喺夜晚嘅時候包圍住佢嘅住所啦。佢首先叫一個警察敲門啦，敲咗半日冇人應。最後警察呢就乾脆將個門呢撬開，然後入到屋入邊，但入到去呢亦都冇任何動靜。吳春竹個身影見唔到啦，但係客廳度擺住好多嬰兒用品，甚至乎係有一啲嬰兒嘅檢查報告單。咁好明顯呢一度呢就係吳春竹嘅犯罪窩點。就喺警方揾吳春竹身影嘅時候，樓上突然之間傳嚟咗BB 嘅喊聲啊！有個女警呢係即刻推開咗2樓睡房嘅房門，發現到有個 BB 喊緊啊！於是乎即刻抱起佢啦，睇落去呢好似係好肚餓啊！咁個女警就留低繼續照顧 BB， 其他人呢就繼續去揾呢個疑犯吳春竹嘅身影啦。正當警方搜尋到去車庫嘅時候，就發現喺車底有聲啊！最後呢就發現到呢個吳春竹啦。咁警方就將佢帶返警局啦，對佢進行詢問啦。一開始啊，佢係打算蒙混過關，就唔認嘅，乜都唔知啊。喺警方嘅詢問之下呢，佢最終先至叫得開佢把口。而根據佢所講啊，警方喺睡房入邊發現嗰個 BB 呢，就係佢喺浙江湖州收購嘅，而佢只不過係一個中間人，就幫呢個 BB 去揾一啲比較靠譜嘅父母。至於佢嘅上家呢，係從來冇見過呢個人啊，兩個人只能夠係靠電話溝通，而且每次都係呢個所謂嘅上線去主動聯絡佢，而佢係揾唔到呢個人嘅。而根據佢交代呢，呢一單兒童販賣案嘅背後係有一個完整嘅犯罪組織，通過單線聯繫完成整個兒童販賣過程。而且呢個犯罪組織有一個專屬佢哋嘅第一次交易網。咁龐大嘅犯罪組織呢，令到公安都好警惕啊！咁於是乎呢，佢哋覺得個案件非比尋常，就成立咗一個專案組，對呢個案件進行徹查。喺各地警方嘅互相配合之下呢，終於揾到新線索啦！喺福州一個醫院嘅監控入邊，警方發現到一個奇怪嘅人啊！7個大人帶住一個小朋友嚟醫院做檢查，令到人覺得好疑惑。咁經過調查之後呢，佢發現咗一個叫阿玉嘅中年女人啊，而佢就正正係收購 BB 嘅人啊。根據佢嘅描述，警方就知道啦，佢之所以冒險去買一個小朋友呢，就因為佢個仔係有不育症，呢世都冇辦法生到小朋友啊！咁呢個時候有人揾到佢啦，話手入邊有個 BB 可以賣俾佢，而佢為咗繼後香燈呢，就冇任何猶豫就買咗呢個 BB 啦。而阿玉呢，係輾轉換咗4個中間人，最終呢，係用13萬呢個價格去買咗呢個小朋友啊！警方順住呢個線索發現啊，中間人入邊竟然有一個叫徐廣春嘅人，而呢個徐廣春啊，身份唔簡單㗎，原來佢係一間兒童福利院嘅院長啊，即係話呢，佢利用自己院長嘅身份一直以嚟都喺度偷偷地咁樣做呢啲嬰兒販賣嘅動作啊，同時為咗避免出現法律責任，佢就用職務之便啊，去起草咗一份所謂嘅贈送協議書。而經過警方嘅調查發現，徐廣春買賣嘅呢啲小朋友原來唔係全部都係福利院嘅，好明顯啊！原來佢仲有一個隱藏嘅上線啊，就正正係呢個人呢，係提供貨源俾佢。得到證據之後，警方就捉咗徐廣春啦。喺佢詢問之下呢，佢又繼續講啊，仲有個上線叫侯朝正。侯朝正一個拐子佬嚟㗎，好多小朋友都係佢響大陸各個地方揾翻嚟嘅。
最終徐廣春以福利院做掩護，將呢啲小朋友賣到全國各地。由於侯朝正係冇固定居所，咁所以警方要捉佢咧非常之困難啊！好彩啦，警方就知道佢最近成日出現嘅地方就喺漳州，所以通過多地嘅聯合行動，最終將佢拉咗啦。而警方亦都係順藤摸瓜，最終係將犯罪組織入邊157個涉案人員全部一網打盡。警方喺今次嘅行動入邊救到36個 BB， 係令到佢哋免除於俾人拐賣嘅命運啊！咁而家呢一啲犯罪分子全部已經拉晒嘅啦，警方亦都係對呢啲小朋友進行調查啦，就將佢哋送翻去父母身邊啊！但係警方竟然呢係發現呢啲小朋友嘅家長呢係冇任何嘅蹤跡可以揾得到啊！即係話想送翻俾家長都唔係咁容易啊！咁最後警方喺一份搜捕翻嚟嘅贈與協議入邊揾到一戶喺雲南文山州嘅住戶啦。呢一個呢就係呢單案件犯罪嘅源頭啊！警方經過多番打聽，就揾到呢一對叫羅文省嘅夫婦，佢哋係一口否認啊！直到警方呢就攞咗個 DNA 鑑定結果出嚟，佢哋先至認原來佢哋好窮噶，基本上冇乜嘢收入來源，每個月呢就靠住國家所發嘅低保去勉強度日啦。佢自己都生活唔到落去啊，仲話養多個小朋友，所以佢哋好多人喺生個小朋友之後養唔掂呢，就要簽一份贈與協議，將呢個小朋友賣咗佢。對佢哋嚟講係好正常不過嘅事嚟噶。咁畢竟呢，賣咗佢好過餓死啊。而呢啲小朋友呢，喺雲南就俾人賣嘅，然後去到福建，通過福利院嘅掩護，然後賣到全國各地。呢單案入邊呢，呢啲活生生嘅 BB 就好似商品一樣，俾人隨意買賣。好在警方終於破獲咗呢單案件啦，咁啲小朋友全部救翻嚟啦。咁而家呢，未揾到父母嘅小朋友就送咗去福利院，希望佢哋可以喺嗰度快樂咁成長啦，唔好再俾人轉賣啦。其實一直都喺度講緊啦，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冇人去買嘅話呢，基本上呢啲小朋友就唔會變成商品啊。咁但係好似呢個案件咁，最主要就係因為窮，因為佢哋窮就迫不得已就賣咗小朋友。學照你咁講啦，賣咗佢俾人好過佢俾人餓死啦。咁但係有部分嘅人呢，佢生小朋友就係為咗攞去賣，因為可以賺到錢，5萬啊、6萬啊、10萬都有嘅。就好似呢單案件咁，中間有個女人，佢都用13萬去買咗個小朋友嘅。咁但係人唔係商品啊，而家亦都唔係奴隸社會啊，咁樣買賣法其實係傷害緊人嘅。點解話傷害緊人呢？因為有一啲嘅小朋友呢，唔係人哋父母自願轉讓嘅，而係佢拐翻嚟嘅。佢拐翻嚟之後，係令到人哋原本嘅家庭係家破人亡㗎。咁所以呢啲咁樣嘅拐子佬或者係販賣人口嘅集團呢，最好就唔好再出現啦。好啦，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大家有咩想講，下邊留個言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